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为了从小荧幕过渡到大荧幕而将自己塑造成硬汉的王一博，能否成功赢得大众的喜爱？不管王一博今年能不能成功转型，看来这次瘦身正朝着我们现在的定位，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由王一博饰演的禁毒悬疑剧《冰与火》中的陈宇，因该剧的首播而久违的回归。将这部新剧介绍给王一博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毕竟他还在向演员转型，这是一个非常站得住脚的角色。陈宇身上体现出硬汉的正面形象，有很强的实力和信念。此外，王一博在现实生活中饰演的这个角色，与角色上下班时的热情是一致的。王一博冰冷的神态，眼神里透出的坚毅，与军人或警察的气质极为契合。他充满自信，充满男人的荷尔蒙，这是当代电视剧迫切需要的东西。王一博的这种尝试，无疑是对自己个人发展规划的非常清晰的设计。此外，这是去除偶像属性最有效的方法。陈宇的性格，外表看似两头虎，实则聪明伶俐。这部分的发展，无疑是整部剧中最令人鼓舞和最明显的。从来不偏离本性的陈宇，散发着一股不张扬的正派气息，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相信王一博的人气和人气，这部剧这么受关注，很多人都重新认识了王一博在剧中的可圈可点。演技的提升，角色的出众，可以说开启了过去公众对他的认知。此外，这部剧也备受关注，发现他的认知可塑性异常高。陈宇的雨终于在《冰与火》的结局呈现在观众面前落下帷幕。王一博选择低调地传达告别信息，符合他的性格。然而，我们见证了他的辛勤工作和奉献精神。这个角色很受欢迎，很多人都被这个事实所吸引。尽管看起来有些迷茫，但禁毒官员既诚实又聪明。从一开始声音缠绵的报告小主人，到后来冲动、任性、勇敢、足智多谋的主人，为了独立破案，进而达到后期快速成长的坚定，这个角色无疑是全剧最大的泪点和笑点。很多人在落幕后顿时有些舍不得，不过没关系，因为王一博的另一个角色雷雨继续接任，陈宇跟我们在一起1个多月了。电影《长空之王》即将在各大影院上映，标志着航空业试飞员新时代的开始。试飞员雷雨随时准备起飞，焦急地等待着云的到来。因为已经有一个陈宇和一个雷雨了，是不是感觉有点拥挤？地面作战的陈宇和驾驶飞机的雷子哥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他是一个比其他人更有自信的角色。这次考验的是体力极限，障碍是高空作业。它由独特的个人集合组成，他们表演类似于在刀刃上跳舞的壮举，并将自己推向自己的身体极限，以便能够与战斗机一起以最高水平的战斗力和表现进行比赛。这是王一博第一次出演主角，也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大荧幕上与大众见面。此外，该项目主要由主流推动。因为一个叫王一博的年轻人的影响，国家航空界的真正潜力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就算你不认识他，即使你对他的表现有怀疑，也请有时间去电影院看看这部承载国防航空发展的作品，了解试飞员，看看出现J-20飞机的研制。这个角色肯定会打开一扇门王一博的影坛。即使你不认识他，即使你对他的表现有疑问，也请有时间去看电影。追完陈宇，期待雷雨。王一博在故事中扮演硬汉的精彩演员的引入，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这是否会改变公众对他的看法？你觉得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请留言，以便我们讨论。冰与火的结局完美无缺，战报也证实了王一博的人气达到了可能的最高点。毋庸置疑，王一博对《冰与火》的支持也让这部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是一篇处理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和主题的作品。缉毒警察和毒贩的游戏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独特职业背后的艰辛和困难，也让我们了解了吸毒的危害。9月16日，《冰与火》的令人瞠目结舌的结局揭晓。
同时他透露了最后的惊喜，这是吴镇峰与陈宇联手打击贩毒的解释。之后，该剧的所有主创都向演员和工作人员发来了告别的信息，而且非常有仪式感。从导演到制片人，从制片人到参与的主创，参与节目的每个人都对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毕竟这部剧已经成为了整个暑假的8月档，它的热度和关注度都不是历史最低的。次日同一时间，官方微博发布了最新战报，再次感谢实时更新的数据，让我们得以见证这部剧的精彩。冰与火成功斩获8月最火剧称号，打破了优酷悬疑热播剧1万多的记录。与此同时，王一博饰演的陈宇一角连续4周登上热搜榜首，成为最受欢迎的刑侦剧角色。尤其是微博参与讨论的人数超过5000万，阅读量超过400亿。该剧引起了最多的讨论。就人物而言，王一博饰演的陈宇是全剧对话最多的一个。根据对观众的调查，追这部剧的人大多是相对年轻或中年。毕竟这部剧是在各个网络平台播出的，观众对节目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次不难发现一件事，不仅女团关注，1/3的男团也在追这部剧，剧情的讨论是整部剧最精彩的部分。这一点不难发现。刑侦局的主要关注点是故事的进展。不可否认，这部剧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故事跌宕起伏，剧中的所有角色，无论好坏，都充满了悬念。这使得角色不可预测，并且可能对大脑造成很大负担。由于它所涵盖的主题的特定性质，该剧的标题可能适合手头的事件。它可以被认为是冰和火。人们被迫通过讨论，因为难以通过审判，发布无法预测，播出后火了，后续播出无味。最终情节发生在一个有点令人不安的环境中，这一事实令人遗憾。毕竟，禁毒警察必须做出牺牲，毒贩本身就是残酷的事实，最终导致人们以更残酷的眼光看待人性。但事实是，每一个受到缉毒警察工作影响的家庭都充满了苦难。这是故事远比情节悲惨的一面。总之，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王一博的参演与这部剧的演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王一博在他的人气巅峰时期能够渡过难关，这听起来一点也不无道理。除此之外，他还通过了《冰与火》的考验。开播时，其他人在内蒙古忙着拍戏，忙着挖煤，一脸茫然。宣传来晚了，受到了各种不同的批评。播完之后，陈宇惊呆的报道是最先占据他的地方之一。最热的搜索列表，冰与火一起形容王一博的演技。在最初被质疑，表现出跟不上剧的迹象，表现不佳后，他最终被认可。他成功地抓住了角色的精髓，公众认可了他的努力。他与过山车非常相似。毕竟他的水准是最高的，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影响力，毫无疑问都是相当可观的。正是因为这部剧，王一博能够成功登上明星人气榜榜首，也助推了大众对这部剧的关注。这部剧对王一博来说也是一个奇妙的加分项。他没有浪费流量，但他确实让流量去对了地方，让公众可以关注这个独特的职业和这个独特的话题。像在打击吸毒斗争中英勇的个人致敬，为我们创造和谐、安全护航。王一博欣喜若狂，拍着自己的大腿说：“动与燃并存。”街舞在创意作品中卷土重来。嘻哈第1季播出已经5年了，虽然没有那么多标志性的时刻，但终于到了这一季。这部创意作品在24小时内完成，没想到会出现这么可怕的作品。赞美和掌声是对逻辑上存在巨大漏洞的作品的自然反应。具有特定主题的舞蹈编排仅用了24小时就完成了。真假总导演的努力，成功地扩大了我们对舞者的了解。尤其是编舞昂昂的思想，他的作品值得称赞。这段时间的主要叙述是，我在街上闲逛时，无意中踩到了水坑，嘻哈导演凭空出现，我遇到了已故的家人或密友。顺便说一下，这种舞蹈叫做相遇。
他们通过将亲人的话题与嘻哈总导演联系起来，同时也将自己与节目联系起来。这背后的想法是存在平行的时间和空间，这被称为嘻哈。本次活动现场，街舞编导陆导亲自登台亮相，同时舞蹈演员昂昂扮演陆导一角，全程参与了演出的舞蹈部分。真正的陆导在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出现了。毕竟卢的嘻哈知识并不是特别高深，可现在到了分不清真假的时候，结果很多人看到陆导跳舞的时候都愣住了。尤其是王一博看到卢导跳嘻哈的时候，吓得瞳孔放大，很快就发现那个舞者不是卢导。王一博看到陆导跳嘻哈的时候特别震惊，不是陆主任，这不是陆主任。更让人意外的是，王一博竟然能够如此准确地诠释我们在这一幕中看到的一切。真假导演的蜕变以及异想天开的创意真是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支舞蹈无疑是整场表演中最情绪化的部分，就像它在最后一样出现。看着这张照片，我想起了这4个季节的标志性形象，拍摄于嘻哈流行之前。队长韩庚和王一博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每个人都在与自己的团队作战。画面中除了传统的舞者向阿克西致敬的场景外，还有4个赛季冠军夺冠的画面。这一点无疑是作品最重要的升华点，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其实就是燃烧点和撕裂点同时存在。惊喜元素在前，动元素在后面。这是迄今为止在嘻哈第5季中制作的最具创意、编排和故事驱动的作品。在同一时期，编舞家昂昂的职业生涯有了一个值得称道的开端。每次他做某事时，他都会带来独特的方法和广泛的想法。各种舞蹈的表演在我的脑海里还是很新鲜的。人们对这个创意点赞叹不已，因为《妖猫传》与杏花合作，让杏花从船长席下走出来。说到这一次的真假导演，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队长观察后，王一博的兴奋程度暴涨，队长的夸奖过分热情。事实上，很多人都发现，王一博对最近一波嘻哈的包容度特别高。每当他再次讨论这个话题时，他从不转向无关的话题。对于优秀的舞者来说，更是珍惜，好的地方赞不绝口，赞不绝口，对每个舞者的特长和弱点都会有深刻的了解。这一次，他激动的真假导演都坐不住了。这个设计在100分中获得了满分100分的创意。毕竟，昂昂从陆主任那里得到了太多的知识，从外观到移动方式，他在各个方面都是相同的。这一次，嘻哈的主题是为希望而战，如上一句所述。卢主任表示没有事的，唯一能给你战斗勇气的就是希望。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